朋友们，买了哈吧，欢迎来到读书康的频道。做一个把公共交通4个字贴在自我介绍里的人，不管在世界上哪个都市工作，照理说都应该能靠着巴士、地铁所向无敌。但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上来就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1个月1张公交卡最多只能充500里拉，这是为了不让打工人薅太多羊毛吗？作为一个在世界第2大私家车地域伊斯坦布尔打工的人，为了周末不在宿舍加班，为了去仰望阿亚索菲亚，为了去畅游博斯普鲁斯，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穷尽了这套复杂公交系统的玩法。这一期呢，就来跟大家聊聊君士坦丁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有轨电车、Metrobus、轮渡、地铁和出租车。要坐公交车，第一步就是找到车站。没想到这个在其他城市毫不费力的事情，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很高门槛的。首先，公交站台经常是只有一个贴着站名的铁牌，要么就是只有站名的玻璃棚。停靠哪路车，方向是什么，完全没有。运气好的话，碰到带 LCD 屏幕的就能解答一切路线疑问；运气不好的话，要么你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要么你只能靠地图 APP。可经常是按着 App 走到了上车点，结果前后左右连机动车道都看不到。莫非这站台是在天上吗？不，正确答案是它在你的脚下，看不见的隧道里。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需要在前门上车刷卡直接扣费，最低票价是17.7里拉。遇到早晚高峰和周末，不少线路会拥挤到无法呼吸。不过乘客们会帮忙从后门挤上来的人刷卡，这个时候整个车厢都在进行公交卡的接力。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人都会用 Google 地图，但实践经验告诉我，线路信息并不完全准确，同时到站时间也不能相信。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多做多用，找到你身边带液晶屏的站台来累积经验。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广播只有土耳其语，和之前聊过的俄罗斯、韩国一样，在这里也是记住2句就够用了。他们就是 Bil sonraki durak， 意思是下一站，或者是 Gelecek stasyon， 意思是即将到达某站。听到想去的站名时，记得要按响下车铃。从我的住处到塔克西姆广场虽然有公交车直达，但1个小时40分钟的运行时间，将近40站的停靠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的目光转向了第2样工具——市域铁路 Marmaray。坐10站公交到 Küçükçekmece， 再上车11站就能到金角湾旁的希尔克吉火车站。对，这里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的终点站。即便是想从欧洲区去亚洲区， Marmaray 非常方便，因为它的隧道直接贯穿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全长76.6公里，从欧洲区的西郊一直到亚洲区的东郊，甚至跨市到 Gebze。 但是请大家注意，如果你没有土耳其的身份证，或者没有把身份证关联到公交卡，那么每次入闸都会被扣掉最高的车费39.18里拉。即便是只做1站出闸，把卡放到退款机上，它也只会报错。那么有没有在价格上对非居民也很友好，线路又规律，运行也容易掌握的工具呢？答案是有，它的名字叫有轨电车，线路靠谱，非常规律，涵盖了欧洲区、亚洲区的核心地段。在独立大街还有更受游客追捧的怀旧路线。它的轨道距离街边最近不到2米，在不少路段都有虽然坐在车里，但仿佛就是在逛街一样的惬意感。商店和摊贩的货品价钱看得一清二楚，路上往来行人激动或者愉悦的神情也都近在眼前。但是作为住在郊区的人民，平时能销售有轨电车的机会太少了。还有没有速度更快又不需要怎么换乘的公共交通工具呢？对离市中心35公里的我来说，有一样速度更快，还不像坐 Marmaray 要靠公交接驳的交通神器，那就是 Metrobus。 土耳其语的叫法是 Metrobus。 这还是坐机场大巴的意外发现，唯一的痛点就是最近的站点在没有公交直达的2公里外。在一个和罗马一样的7山之城，风里雨里沿着陡坡爬上爬下，先走半个小时，出远门看风景的心情立刻就没了一半。不过伊斯坦布尔的 Metrobus 是货真价实的 BRT，52公里长的专用车道里完全没有红绿灯，还配上铁丝网，不让其他任何车辆闯入。虽然交路区间有大有小，但发车平均间隔是1分钟，还同样串联了欧洲、亚洲。早晚高峰往来市区中心花的时间只有私家车的1/3，甚至是1/4，堪称光速。只要天气允许，我的首选一定是 Metrobus。
世界人民最爱的博斯普鲁斯移动观景台伊斯坦布尔轮渡和 Metrobus 一样深得我心。除了遇到恶劣天气会停航，海峡轮渡是几乎没有槽点的交通工具，线路丰富，发班准点，遮风挡雨，横跨欧亚，室内室外海鸥陪伴，还能买到红茶，边坐边喝。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地上没有。我知道有人会烧汉地行舟，但可惜船队老大他不是穆罕默德2世。汉地行舟只在1453，但奥斯曼苏丹在山里凿的缆车今天还能做得到。如果你觉得从加拉塔桥金角湾岸边爬陡坡上独立大街会丢半条命，我的建议就是花17.7里拉做个 tunnel， 体验一下150年前奥斯曼西化改革时期的老前锋。隧道缆车和地铁在很多人看来是异曲同工。伊斯坦布尔真正的地铁线路开通是在缆车之后的114年。对于游客来说，在这里乘坐地铁最大的迷惑就是收费方式，每换乘一次都要重新收费，就算是同站换乘，当你刷卡进另一条线路的月台时，就会再扣17.7里拉。有居住证的人倒是可以享受到6折、5折乃至3折的多次换乘优惠。对于这种明晃晃的区别，我只想说，伊斯坦布尔人，你抠的真够细。说着说着，咱们就到了最后一样连土耳其人甚至是伊斯坦布尔人都难以驾驭的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看过我土航航班那期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下飞机第一趟就被师傅在表外多收了100里拉。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之后，我发现完全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这里绝大部分司机师傅的套路，那就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在不多的10几次外勤中，我就遇到了上车取消在线订单，确认在线付款又想线下加钱， POS 机坏了要现金加钱，点头按表收费，结果转头就多刷钱，反方向开5公里再掉头等骚操作。有的师傅还会故意用人格担保，说自己是耿直的老实人，结果并不像那些一言不发真的按表收费的耿直师傅，最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多报了价格。不管有没有土耳其手机号，用上 Uber 或者 B-Taxi 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毕竟师傅们是同一群人。取消订单判乘客扣费的，开着在线订单还在继续绕路的，就赌你不会在后台申诉，不会在后台申诉。这个时候作为乘客反而要样样较真儿，不然一次几十几百里拉，经常打车1个月下来就是几千上万里拉，一定要提起12万分的警惕。我的建议是，除非不得不做，否则就不做。就算土语流利，甚至是本地同事，都抵挡不住挤不下来相乘等于几十种的海量套路。发现车费不合理，记得一定要和师傅确认，至少大家把逻辑讲清楚，再来谈价钱。结束之前，来揭晓一下开头提到的一张公交卡1个月最多充值500里拉该怎么破？答案就是再买一张换着充，直到每个月月头限额归零。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土耳其正处于高速的通货膨胀中，依照我的观察，每半年左右公共交通的费用就可能会发生变动。不管是来伊斯坦布尔旅行还是工作，记得提前打探好行情。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Good to see you.